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本期视频内容均基于真实资料整理，力求客观呈现。视频画面未使用爱生成，仅封面由 Canva 制作。我们始终希望通过内容传递温暖与正能量，陪伴大家感受更积极的生活。从赵丽颖到易烊千玺、王一博，顶流为什么开始集体不进组？李小狼文近日，赵丽颖不进组被热议。自去年的小城大事杀青后，这位手握飞天、金鹰双料最佳女主角奖的85花顶流，已经超1年没有接拍任何新剧。赵丽颖选择不进组的原因不难理解，在完成了从古偶向现实题材的转型后，手握多项主流奖项的赵丽颖，已经不再需要靠频繁刷脸来维持曝光和商业价值。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当前的影视市场正处于减量提质时期，盲目消耗口碑、重复同质化角色的风险远大于选择短暂空窗。对赵丽颖而言，主动不进组，既是为了回归生活，也是在当下市场环境中对优质剧本和制作团队进行更谨慎的观望与筛选。事实上，赵丽颖的情况并非个例。一份在社交平台上广为流传的当红演员未进组天数表格显示，王一博已经连续630多天没有进过新剧组。自追风者杀青后，他便陷入漫长的空窗期，没有新的影视项目。网传的成耳电影人与也还没有新消息传出。易烊千玺在去年因身体原因停止了原定的进组安排，目前也没有传出进组的计划。不少顶流演员选择低频产出，这或许不仅是艺人个人职业生涯的拐点，更是影视行业进入周期性调整的侧面证明。过去，高曝光意味着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和粉丝粘性的维持，艺人需要不停运转。但在当下，行业正在提质减量，一部由于赶工或剧本硬伤而口碑崩塌的作品，对顶流长期建立的商业和艺术价值的消耗是不可逆的。因此，拉长作品间隔，降低作品密度，实质上是一种理性的品牌风险控制。毕竟演员的核心资产不是驻留在剧组的天数，而是号召力。事实上，头部演员对作品的高要求，也一定程度上了对产业升级有积极作用。过去围绕顶流卡司构建的快消品模式将失效。当演员不再为进组而进组，而是要求剧本、班底、题材皆达到高标准时，真正具备专业度的成熟项目才能获得青睐。这种双向选择的过程，虽然在短期内表现为影视制作节奏的放缓，但在长期来看，头部艺人选择在慢下来中寻求破局，恰恰是市场走向理性、成熟的必然路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观众突然发现，那些曾经1年到头霸屏的顶流演员，如今一个个都慢了下来。赵丽颖1年多没有进组，王一博600多天没有新剧消息，易烊千玺也暂缓了拍摄计划。放在几年前，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因为过去的娱乐行业讲究的是曝光不断，今天官宣，明天进组，后天热搜。演员像一台不能停下来的机器，只要稍微沉寂，就会被外界解读成过气或者资源下降。可如今，这批真正站在行业顶端的人，反而开始主动消失了。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不理解，甚至会问，是不是没人找他们拍戏了？其实恰恰相反，真正到了赵丽颖、易烊千玺、王一博这个层级，他们最不缺的反而就是邀约。尤其是赵丽颖，从花千骨到知否，再到现实题材作品，她已经完成了从流量演员到实力演员的跨越。飞天奖、金鹰奖这些主流奖项的认可，让她不再需要依赖高频进组来证明自己。这也是为什么赵丽颖如今的停下来，反而让人觉得格外清醒，因为她终于从被市场推着走，变成了主动选择。这一点其实特别难。娱乐圈最可怕的，从来不是没戏拍，而是不敢停。很多演员明知道剧本一般，角色重复，还是硬着头皮接，
只因为害怕热度下滑，害怕被新人取代。于是观众越来越容易看到流水线式演技，演员在不同作品里像复制粘贴一样，今天演古偶，明天演都市剧，后天又换个身份继续谈恋爱，可人物内核却几乎没有区别。但赵丽颖这几年明显不一样了，她开始调角色，也开始调剧本。她不再只是追求播的热，而是在意作品能不能留下来。某种意义上，她如今的空窗期更像是在保护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口碑。因为现实很残酷，一部烂剧毁掉的可能是演员几年积累下来的信任感。其实不只是赵丽颖，王一博这些年的变化也特别明显。以前很多人只把他当偶像流量，可这些年他一直在尝试往更严肃、更有质感的作品里走。追风者之后，他没有急着继续拍下一部戏，而是进入了长时间沉淀。外界会觉得空窗危险，但换个角度看，这未必不是一种更成熟的职业判断。因为现在的影视行业已经不是靠数量就能赢的时代了，观众变聪明了。以前流量大，宣传猛，很多剧即使质量一般，也能靠粉丝和热搜冲过去。但现在观众越来越看重内容本身，剧本悬浮，剧情敷衍，演技套路化，很快就会被吐槽。尤其对顶流演员来说，风险其实更大。普通演员演砸一部戏，影响有限，可顶流一旦翻车，舆论会成倍放大。所以现在很多头部演员宁愿慢一点，也不愿随便消耗自己。而易烊千玺身上其实也能看到同样的趋势，从偶像组合成员一路走到电影演员，他这些年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开始远离高频曝光。他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营业，而是把更多精力放在作品本身。因为真正想走长线的演员，最终拼的都不是流量，而是作品生命力。说到底，如今这些顶流集体减少进组，本质上并不是懒了，也不是没人要了，而是整个行业逻辑正在改变。过去的影视行业像快消品，资本追求的是短周期回报，于是疯狂堆流量，抢档期，赶拍摄速度。但这种模式的后遗症，大家这些年也都看到了，大量粗制滥造的作品出现，观众审美疲劳，演员口碑透支，最后谁都受伤。如今行业开始减量提质，其实是一种必然。而赵丽颖、王一博、易烊千玺这些人的慢下来，某种程度上反而给行业释放了一个信号：演员最重要的资产，从来不是一年拍多少戏，而是观众是否还愿意期待你的下一部作品。这一点，赵丽颖尤其明显。为什么她一年不进组，讨论度依旧这么高？因为观众相信，她下一次出现，大概率不会只是随便交差。那种宁缺毋滥的态度，其实比天天霸屏更难得。尤其到了她这个年龄和阶段，她已经不需要靠拼命证明自己，而是开始真正进入作品说话的时期。很多老观众其实特别能理解这种变化。年轻时总觉得快一点才是赢，可越成熟越会发现，真正厉害的人往往都懂得什么时候该停下来。演员也是一样，不是所有空窗都代表下滑，有时候恰恰是因为站得更高了，才会更谨慎。所以与其焦虑他们为什么不进组，不如期待他们下一次真正回来的时候会带来怎样的作品。因为一个行业真正成熟的标志，从来不是谁最忙，而是谁还能在浮躁里坚持认真。第33届金鹰奖2轮投票开启，杨紫协双剧入围，赵丽颖冲刺第3座奖杯。6月30日迎来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第2轮网络投票通道开启时刻，新一届最佳女主角候选名单完整对外公示。26位横跨老中青年龄段的女演员携优质剧集作品顺利入围，囊括常年深耕正剧领域的实力派戏骨，也包含深耕影视剧赛道多年兼具热度与演技的人气女演员。
历经奖项制度改革之后的金鹰奖彻底摒弃以往流量裹挟评选的模式，依靠观众、行业会员、专业专家三方综合打分敲定最终结果。一众知名演员同台比拼，也让这一届金鹰视后争夺战直接被网友称作近几年来含金量最高的神仙打架大赛。一、豪华入围阵容集结，多元剧集题材铸就参评底气。本次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候选名单阵容厚度十足，26位入围者各自手握风格迥异的影视剧作品，剧集题材覆盖年代主旋律、现实生活刑侦、古装权谋田园、都市家庭温情全部赛道，每位女演员都靠着实打实的荧幕角色收获参评资格，不存在靠热度空挂名额的情况。话题度稳居榜单前列的杨紫本次拿出2部重磅剧集参与竞选，生命数让她稳稳拿下白玉兰视后头衔，坐稳90后女演员里专业奖项天花板位置。另一部古装佳作《国色芳华》开播热度居高不下，剧集叙事节奏、人物塑造口碑双双在线，双剧加持让她从入围之初就稳居热门人选行列。老牌金鹰常客赵丽颖带着现实题材新作《小城大事》再度征战赛场，她手握2座金鹰最佳女主角金杯，是金鹰奖项史上为数不多能够多次拿下视后大奖的艺人。扎实的路人盘加上炉火纯青的生活化演技，让她冲击第3座奖杯这件事成为全网观众热议焦点。迪丽热巴凭借刑侦题材剧集《利剑》、《玫瑰》入围，早年早已斩获金鹰2大人气奖项，褪去早期古装偶像标签之后，不断深耕硬核悬疑刑侦剧本，荧幕形象愈发沉稳内敛。杨幂参演年代励志剧集《生万物》参评，常年不断拓宽戏路，跳出固有甜妹人设，沉淀演技打磨角色，积累了大量参评竞争力。宋佳依靠高分现实剧集《山花烂漫时》入围，本身自带白玉兰视后专业奖项背书，演戏功底早已获得业内圈层一致认可。闫妮一人携带2部作品入局，《小巷人家》聚焦市井邻里家常百态，《奇迹》聚焦基层奋斗励志故事，生活化表演细腻传神，国民观众好感度根深蒂固。除此之外，孙俪、吴越、马伊琍、任素汐一众资深实力派悉数上榜，白鹿、虞书欣等新生代小花也凭着热播佳作拿到入场资格。老中青3代演员同台角逐，没有单方面碾压的局面，每个人都有着专属的作品优势与粉丝基础，也造就了本届竞争格外焦灼的局面。2、金鹰奖项全面改革改制，彻底剥离流量评选固有弊端。熟悉金鹰奖发展历程的观众都清楚，早些年金鹰奖靠着金鹰女神选拔，纯观众人气投票出圈，很长一段时间里奖项评选容易被饭圈投票热度裹挟，演技实力平平但人气居高的艺人更容易拿到靠前名次，导致奖项专业含金量饱受网友争议。为扭转大众留下的固有刻板印象，金鹰奖开启大刀阔斧制度整改，直接取消1年1度热度爆棚的金鹰女神选拔环节，删掉单纯依靠网友投票决出的人气演员奖项，彻底斩断流量数据左右评奖结果的路径。如今固定3套评分体系制衡最终结果，普通大众观众投票分值占据40%权重，负责考量角色荧幕出圈度与大众好感度。电视艺术家协会行业会员评分占比30%，从行业从业者视角评判演员台词功底、镜头表现力、角色塑造完整度，剩余30%交给顶尖专业评审团队，对标各大电视剧权威奖项评审标准，甄别演员对于人物内核的理解诠释能力。3方权重互相制衡，取长补短，既不会完全忽略观众追剧直观感受，也杜绝单靠粉丝刷票拉高名次的乱象，让作品口碑、演员演技成为评选核心准则，回归电视剧奖项表彰演员演技，鼓励优质剧集创作设立的初心。3、热门候选人优缺点剖析，赛场角逐局势暗藏变数。
全网关注度最高的候选人杨紫，最大优势就是短时间及其爆款古装剧加获奖主旋律正剧2类代表作，刚斩获白玉兰视后形成专业奖项热度加持，既是自带庞大粉丝基础的流量艺人，又拿得出行业认可的硬核演技奖项，刚好卡在流量热度和专业实力中间位置。但弊端同样存在，改制后的金鹰刻意弱化流量加成，超高人气反而容易被部分人贴上流量标签，成为竞选路上小小的阻碍。赵丽颖目标冲击史无前例第3座金鹰视后奖杯，深耕现实题材多年，擅长演绎小人物的悲欢人生，国民受众覆盖面极广，中老年观众群体投票基数庞大。局限在于近几年产出剧集数量偏少，新作播出时长较短，对比多位手握长线热播剧的对手，剧集曝光时长略显吃亏。宋佳、闫妮这类资深戏骨赢在业内口碑满分，演戏功底挑不出硬伤，角色塑造沉稳老练，专家评审打分环节会占据天然优势。短板在于年轻观众投票号召力偏弱，路人年轻群体关注度偏低，观众票占比部分很难拉开分数差距。迪丽热巴、杨幂常年身处娱乐圈流量梯队，剧集播放热度向来可观，年轻粉丝投票积极性很高，但过往偏向偶像剧的荧幕标签很难彻底摘除，容易在专业评委打分环节拉开差距。新生代白鹿、虞书欣等人剧集热度很高，剧集播放数据十分亮眼，奈何入行沉淀时间较短，缺少重磅主流奖项加持，更多是陪跑积累阅历，很难争夺最终桂冠。多方选手各有长短板，也让整场投票比拼走向充满未知悬念。4. 投票时间规则清晰明确，理性投票正是奖项输赢格局。本次第2轮网络投票开放周期从6月30日0点正式启动，截止日期定为7月6日晚间24点，部分媒体标注7月3日截止。投票全程务必以金鹰奖官方平台发布时间为准，避免错过投票窗口期。单账号每一轮仅拥有1次投票权限，单次投票需要构选2位至6位最佳女主角入围人选，同时页面还要同步投票选出电视剧剧目、男女主配角、节目主持人相关奖项，构选完毕方可提交投票结果。距离颁奖典礼落地还有2个月左右时间，典礼敲定8月于长沙举办。2轮投票只是筛选入围候选人的初步环节，后续还会层层筛选缩减名额，不会单凭1轮线上投票直接敲定获奖名单。我们在参与投票为心仪演员助力的同时，也要保持理性平和心态。奖项名次高低只是一份行业认可凭证，不能够单一凭借1座奖杯定义一位演员演技好坏。能够拿到入围名额，本身就是剧集作品和个人演技得到行业官方认可的证明。演员沉淀自身演技，挑选优质剧本打磨角色，远比争夺奖杯名次更加长远。奖项会有归属，但用心演绎出来的经典荧幕角色会长久留存于观众心中。结语：金鹰奖改制之后，褪去浮华流量外壳，开始静下心来发掘踏踏实实拍戏的实力派演员。26位女演员同台角逐，比拼的不只是一时热度高低，更是剧集口碑厚度与常年打磨下来的演技功底。静下心静待投票进程推进，平常心看待最终获奖结果，用心欣赏各位演员带来的荧幕佳作，才是追剧吃瓜最平和的心态。今年金鹰奖第2轮投票名单一公布，很多观众第一时间就在讨论，这一届是真的有点神仙打架的味道了。尤其是赵丽颖、杨紫、宋佳、闫妮这些名字同时出现的时候，很多人忽然发现，如今的电视剧行业已经慢慢从过去单纯拼流量、拼热搜，重新回到了谁的角色更能留在观众心里这个方向。而在这一份名单里，最让我感慨的依然还是赵丽颖。很多年轻观众可能只是觉得她红，但对于一路看着她成长过来的观众来说，赵丽颖这些年的变化其实非常明显。
她早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只靠古偶爆火的流量花，而是真正一步一步把自己熬成了能够扛住现实题材、扛住生活质感，也扛得住观众审视的演员。这一次，她带着小城大事再次冲击金鹰视后，而且还是冲击第3座奖杯。为什么全网会这么关注？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真的成功，那已经不仅仅是获奖那么简单，而是代表她这些年的转型被行业彻底认可了。其实认真想想，赵丽颖特别难得的一点是她身上始终有一种普通人的真实感。现在很多演员演戏会让人觉得精致、漂亮、气场强，但离生活很远。可赵丽颖不一样，她演小人物的时候，观众会相信她真的吃过苦，真的懂委屈，真的明白生活里的无奈。她不是那种一出场就高高在上的女主角，她更像现实里我们会遇见的人。风吹半夏里的许半夏是这样，幸福到万家里的何幸福也是这样。包括这次小城大事，很多观众讨论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赵丽颖演的不像演戏。双引号，其实像生活反而是最难的。尤其现在很多演员都在追求所谓高级感的时候，赵丽颖却越来越愿意把自己放进烟火气里。她不怕角色有疲惫感，不怕脸上有岁月痕迹，也不怕人物不够漂亮。她开始真正关心角色有没有灵魂，而不是镜头够不够美。这一点其实特别打动中年观众，因为到了30-40岁以后，大家越来越清楚，真正能留下来的演员不是最会营销的人，而是最能让观众共情的人。赵丽颖这些年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她把共情做到了极致。她演委屈不会歇斯底里，她演坚强也不会故意喊口号。很多时候，她只是一个眼神，一段沉默，就能让观众瞬间理解人物的处境。这种表演方式看似平淡，其实特别考验功底。而且大家会发现，她现在接戏越来越少了。以前1年好几部剧，如今却开始慢慢减产。很多网友一开始不理解，甚至有人怀疑她是不是资源下滑了。但真正关注行业的人都知道，恰恰相反。现在的赵丽颖其实已经拥有挑剧本的底气，她不再需要靠数量维持曝光，她更在意的是角色值不值得演，故事有没有力量。这一点在如今的娱乐圈其实很难得，因为很多演员到了顶流位置之后，反而会被流量绑架，不敢停下来，不敢沉淀。但赵丽颖这些年明显开始往长期主义演员方向走，她不急着霸屏，也不急着制造热搜，可偏偏就是这种慢下来、沉下来的状态，反而让她越来越稳。尤其这次金鹰奖改制之后，很多观众都说赵丽颖这种演员反而更占优势了。双引号，因为现在的评奖机制已经不是单纯拼粉丝数据，而是观众、行业、专业评审一起打分。说白了，最后比的还是角色生命力。而赵丽颖最大的优势，恰恰就是角色生命力特别强。她演过的很多角色，哪怕剧播完几年，观众依然记得。不是因为造型有多华丽，而是因为人物真的活过。这其实也是她能拥有那么广国民度的原因。年轻人喜欢她的励志感，中年观众喜欢她的真实感，年长观众又能从她身上看到一种踏实认真。她不是那种距离感很强的明星，反而越来越像一个认真生活、认真演戏的人。当然，这一届竞争确实激烈。杨子刚拿下白玉兰，势头很猛。宋佳、闫妮这样的实力派，在专业评审里天然有优势。迪丽热巴、杨幂也都在努力突破过去的标签，但恰恰因为竞争激烈，才更能体现赵丽颖如今的位置。她已经不是靠爆红留在牌桌上的演员，而是真正靠作品、靠角色、靠观众口碑站到了这里。其实无论最后奖杯归谁，我都觉得赵丽颖已经赢了。因为对于一个演员来说，最珍贵的、
从来不是一时的热度，而是观众愿意一直看他演戏。如今很多演员红得快，消失得也快，但赵丽颖最可怕的一点是她越来越耐看了。年龄增长没有消耗她，反而让她的表演越来越有厚度。这样的演员才是真正能够陪观众走很多年的演员。所以这一次金鹰奖，我反而特别期待最终结果，不是因为谁输谁赢，而是因为终于看到电视剧奖项开始重新回归作品，回归角色，回归演员本身。而赵丽颖也终于一步一步把自己活成了实力这2个字最好的证明。王一博人鱼全新立项，官宣升级中外合拍片。无数影迷苦等2年的人鱼终于传来重磅官方消息，国家电影局最新备案公示出炉，程耳编剧执导，王一博领衔主演的这部文艺大作完成重新立项，影片正式升级为中外合拍片，故事叙事全面调整，种种变动都在释放一个清晰信号，属于王一博的银幕高光时刻已经近在眼前。时隔3年，这份全新备案梗概彻底改写了影片叙事版图。曾经横跨东北、越南、日本青森的3线故事，如今删去日本支线，替换为香港家庭的人生脉络。东北雪原里，王一博饰演的青年不再是面对南方诱惑，而是独自承受突如其来的意外，在漫长寒冬里消化命运掀起的层层波澜。越南河内藏着中年男人不为人知的隐秘人生，香港街巷藏着普通家庭的挣扎与突围，3条毫无交集的人生轨迹彼此缠绕，勾勒出截然不同却又命运相通的人间百态。叙事格局更贴合本土故事底色，多线交织的文艺叙事恰好契合程耳一贯细腻克制、充满文学感的镜头美学。很多人疑惑为何影片早已在2024年7月杀青，如今还要重新备案。答案无关补拍，无关整改，纯粹是项目规格升级带来的合规流程。此番引入外商投资出品方，猫眼同步入局扩容投资阵容，影片从单一国产片变更为中外合拍片，必须单独走全新备案流程，就备案号同步作废。这一变动藏着双重利好，一方面院线宣发资源彻底敲定，猫眼早已将人鱼划入2026下半年重点影片名单，上映通道全面打通。另一方面，合拍身份为影片铺好了出海之路，后续冲击国际电影节、海外院线发行都拥有官方通行证，王一博的大银幕影响力即将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作为程耳与王一博继无名后的2度携手，这部影片从筹备之初就自带顶级期待。当年无名里，程耳盛赞王一博绵善沉稳，身上难得的沉静气质适配自己镜头下所有复杂角色，彼时便笃定2人会再度合作。此番二搭，程耳依旧拿出金鸡奖御用制作班底，搭配汤唯、王传君一众实力派同台飙戏，剧本打磨，实地取景，全流程精益求精。为贴合东北雪原少年的角色，王一博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苦。极寒环境实景拍摄，长时间泡在冰水之中完成高强度水下特训，全程沉下心沉浸式打磨人物，拍摄期间推掉多余曝光，全身心融进角色的孤独与破碎。整部电影拍摄周期全程零路透、零剧透，剧组严守保密底线，没有流出任何片场物料。这份极致低调，恰恰印证了主创团队对作品质感的极致追求。从流量偶像到被名导反复邀约的文艺片演员，王一博走的每一步都踏实有力。无名打破大众对他的刻板印象，用隐忍克制的表演交出转型答卷。时隔2年，人鱼蓄势待发，他跳出谍战戏的冷峻框架，塑造一个被命运裹挟，在寒冬里独自承受变故的普通青年。人物底色更柔软，更具现实痛感，是完全区别于过往所有银幕形象的全新突破。备案梗概的调整，合拍资质的落地，宣发渠道的敲定，层层递进的信号都说明影片后期剪辑、成片适配工作已基本收尾，正式进入上映前最后冲刺阶段。
没有浮躁的预热炒作，只用一纸官方备案文件，无声宣告这部蛰伏2年的文艺佳作即将登陆院线。程耳擅长挖掘演员身上藏在深处的情绪力量，而王一博总能接住导演抛出的复杂人物。血缘少年的孤独，3的人生的交错，一段充满宿命感的故事即将拉开帷幕。静待人鱼定档，看王一博再次以纯粹演技在大银幕上书写全新的演员答卷。看到人鱼重新立项，正式升级为中外合拍片的时候，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王一博的大银幕时代真的要来了。这种感觉其实特别强烈，因为它不是那种靠热搜堆出来的期待，而是一种沉淀了2年之后终于等到作品浮出水面的兴奋。这几年内娱最难得的一件事，就是还能看到年轻演员愿意沉下去，尤其是像王一博这样本来完全可以停留在流量舒适圈的人，却偏偏一次又一次往最难、最安静，也最容易吃力不讨好的文艺片领域里扎。很多人总说转型，可真正的转型从来不是换个造型，演个苦情戏就算成功，而是导演愿不愿意再次找你，行业愿不愿意继续把复杂角色交给你。程耳连续2次选择王一博，本身就已经说明很多问题。无名当年上映时，其实不少观众都是带着怀疑走进影院的，因为在大众印象里，王一博是顶流，是偶像，是舞台上的发光体，但偏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艺片演员。可电影结束后，很多人才第一次意识到他身上有一种特别稀缺的东西——安静感。那种安静不是木，也不是冷，而是一种能够把情绪压进眼神里的能力。他不用歇斯底里，不用大喊大叫，一个停顿，一次沉默，甚至只是低头抽烟的动作，就能让角色的压抑感慢慢渗出来。这其实特别符合程耳电影的气质。所以人鱼最让人期待的，不只是故事，而是王一博会被程耳再次挖到什么程度。这次的新备案梗概出来以后，我反而比之前更期待了。删掉日本支线，增加香港家庭线，让整个故事更贴近现实人间。东北雪原、越南河内、香港街巷，3个空间看似毫无关系，却都带着浓烈的困境感。有人在寒冬里承受意外，有人在异乡隐藏秘密，有人在狭窄街巷中苦苦挣扎。程耳最擅长的，从来不是讲热闹故事，而是拍人活着时那些说不出口的东西。而王一博饰演的血缘少年，恰恰是最容易让观众共情的角色。因为这个角色不像英雄，也不是天才，他只是一个突然被命运击中的普通人。光是想象那个画面就已经很有冲击力。苍白雪的漫长寒冬，沉默少年，一个人在巨大的孤独里慢慢消化生活的崩塌。这种人物特别考验演员，因为一旦演得太满，就会假；演得太轻，又撑不起情绪重量。可偏偏王一博身上那种天然的脆弱感，很适合这种角色。很多观众可能没注意，其实他最打动人的，从来不是帅，而是他身上总有一种不声张的疲惫感。尤其在电影镜头里，这种气质会被无限放大。他不需要刻意卖惨，只要站在那里，人物的孤独感就已经成立了。更重要的是，他真的愿意为角色吃苦。这次人鱼的拍摄环境，据说是在极寒条件下长期实景拍摄，还进行了大量水下训练，长时间泡冰水，高强度封闭拍摄，全程几乎零曝光。对一个正处于高流量阶段的艺人来说，其实是很冒险的选择。因为在如今这个快节奏娱乐环境里，消失本身就是一种风险。很多演员生怕观众忘了自己，恨不得天天挂在热搜上，可王一博偏偏赶在最需要曝光的时候，把自己藏进角色里，这一点真的很难得。而且你会发现，他现在越来越像真正的电影演员了，不是靠营销维持热度，而是靠作品慢慢积累观众信任。以前很多人觉得他只是偶像跨界，但这几年下来，越来越多导演
业内人士开始认真看待他的表演潜力，因为他身上有一种很特殊的可塑性，既有年轻人的锋利感，又有超出年龄的沉静。这种气质在大荧幕上非常珍贵。如今人鱼升级成中外合拍片，其实意义远比大家想象中更大。它不仅意味着制作规格升级，更意味着影片已经拥有更广阔的国际表达空间。成尔的镜头语言本来就极具电影节审美，而王一博这几年也明显在往电影路线深耕。如果说无名是行业第一次认真审视他的演员身份，那么人鱼更像是真正决定他能否站稳文艺电影赛道的重要一步。最让人佩服的是，这部电影直到现在依然保持着极强神秘感，没有刻意炒 CP， 没有片场偷拍视频，没有漫天营销通稿，甚至连角色造型都舞得严严实实。在如今这个恨不得拍一天戏就买10个热搜的环境里，人鱼的克制反而显得特别高级。因为真正有底气的作品从来不需要喧闹，它只需要等一个合适的时间，然后安静地走进影院，让观众自己感受。而王一博这些年的变化也恰恰像这样，他越来越少解释自己，越来越少参与无意义消耗，却一步一步把重心放在作品和角色上。很多人以前不理解他为什么总是那么安静，但现在再回头看，会发现这种沉默其实是一种特别清醒的选择。流量会过去，热搜会降温，可真正能留住演员生命力的，永远是角色。所以当人鱼重新立项消息传来时，很多喜欢电影的人会突然有一种感觉，那个曾经被质疑只有流量的年轻人，已经慢慢走进真正属于演员的深水区了。接下来只等定档。人鱼重新备案，投资方巨变，制作费缩水，还没有开机。电影局最新公布的2026年5月下全国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立项公示的通知中，导演成尔和王一博合作的人鱼出现其中。从片名到备案单位到编剧，都证明这个和3年前曾备案过的那部人鱼是同一部电影。可是2次备案能明显看到3大不同。备案性质变了。3年前的备案时，备案立项号显示为影剧备字，而这一次则变成了影和立字，备案的也由此前的海南省变成了现在的直备。这个变化是因为原本备案单位仅海南喜悦电影有限公司一家，所以备案的为海南省，但新的备案单位新增了欢欢喜喜文化投资，是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因此人鱼由之前的国产电影变成了如今的合拍片，备案的就改成了直备。备案单位的变化，电影的出品方，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投资方，不一定出现在备案单位名单里，但出现在名单里的肯定是出品方。人鱼这部电影早在无名上映时传出消息，当时的小作文写的是导演成尔和博纳总裁于东敲定了这部电影的合作意向，当时也明确了人鱼依旧是王一博主演。但之后这部电影有各种各样的消息，外界也一直以为出品方是博纳。前不久看到有影评人透露，博纳因为投资金额的分歧，放弃了和成尔合作人鱼这个项目，改由猫眼接盘。新的备案信息证实了这一点，背后出品方有了巨大的变化，博纳彻底出局，备案单位也由之前成尔导演的喜悦电影变成喜悦、猫眼和欢欢喜喜3家，说明3年的推进，结果是背后资本的矩阵。故事梗概的变化，如图显示，上一版故事发生地是大兴安岭腹地，而且会转场遥远炎热混杂的南方、越南河内、日本等地，而且角色会有与世隔绝的青年，表演人鱼的中年男人和日本女大学生。这个梗概相当笼统，没有透露任何故事，新的梗概也差不多，但人物和故事发生的有了变化，变成了东北漫长冬日、越南河内和香港。个人猜测，之前的拍摄计划会远赴海外拍摄，而且会在日本取景。陈思诚的《唐人街探案3》宣告了日本拍摄非常艰难，那边对剧组管理严格，
而且会严格限制拍摄时间，大幅增加拍摄成本。所以到了新版剧情梗概，日本换成了香港，折射出制作费缩水，拍摄成本被压缩，电影到底还会不会好看呢？还有一个隐藏的变化，就是之前业内盛传的黄磊女儿黄多多参演人于这事儿有可能告吹了。黄磊和成儿、王一博渊源很深，他在圈内人缘好，大家都给面子，他只是客串出演了《捉妖记2》，结果出品公司安乐的老板姜志强给他投资，让他导演了《麻烦家族》，虽然3000多万票房不算太出色，但也有了交代。而无名拍摄期间，成儿开始构思人鱼，到了电影上映时已经敲定了这个项目，并谈好由博纳投资，王一博主演，有合适的角色，想让女儿进这个圈子的黄磊怎么能错过？而且成儿和黄磊是校友，也算师生关系。黄磊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他教师生涯始于1997年。而导演成儿也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他毕业的时间为1999年，刚好和黄磊执教时间重叠，相信两个人早就相识。而且成儿拍无名想找王一博，也是通过黄磊联络，黄磊则拜托何炅帮忙联系，最终促成这部电影。有了这层关系，对黄多多参演人鱼帮助很大。但新的故事梗概直接去掉了日本青森学习艺术的女大学生这一角色，如果不再保留，估计也就没有适合黄多多的角色了。最后预祝人鱼早日顺利开机，期待成儿和王一博2次合作。看到人鱼重新备案的消息时，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终于有动静了，但仔细看完新的备案内容后，又忍不住有点五味杂陈。因为这部电影从立项到现在，已经不只是等了3年这么简单，它更像是一部在现实与理想之间不断拉扯的作品。可也正因为如此，大家才会对它抱有更高期待。成儿和王一博这对组合，其实从无名开始就已经让观众看到了某种特别的化学反应。尤其王一博，当初很多人质疑他能不能接住成儿导演那种克制、冷感又极具留白的表达方式，但无名上映后，真正看过电影的人都知道，他不仅接住了，而且完成得非常好。叶先生那个角色最难的地方，不是情绪爆发，而是沉默中的压抑感。王一博把人物那种隐忍、孤独、脆弱却又坚韧的气质演出来了。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很多影迷会一直惦记人鱼，因为大家都知道成儿不会轻易二搭一个演员，能再次合作本身就是一种认可。如今人鱼重新备案，虽然投资结构变化很大，甚至连故事背景、拍摄地点都进行了调整，但我反而觉得这恰恰说明这个项目还活着，而且主创没有放弃。很多电影在筹备阶段就悄无声息没了消息，能反复修改、重新推进，其实已经很不容易。当然，也有人担心制作费缩水会不会影响电影质量，尤其原本传闻中的日本取景，如今改成香港，确实容易让人联想到预算压缩。但说实话，一部真正优秀的电影，从来不只是靠花钱堆出来的。成儿的电影风格本来就不是依赖大场面取胜，他更擅长的是氛围、人物关系和情绪表达。那种潮湿、寒冷、迷离又带着宿命感的镜头语言，其实并不一定非要靠昂贵制作才能完成。反而我觉得，人鱼最重要的，从来都是人的部分。而这一点，王一博身上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非常适合。很多演员太热闹了，一出现就让观众看到明星本人，但王一博身上有种天然的疏离感，他安静，不多话，情绪习惯往里收。这种气质放在商业偶像路线里，曾经被不少人误解，觉得他不够外放。可真正到了电影镜头里，这反而成了优势。因为电影最怕演，尤其成儿这种导演，更喜欢演员留白，让角色像冰面下的暗流一样慢慢涌动。
王一博这些年的变化，其实很多观众都看在眼里。他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只靠流量被讨论的年轻艺人了。从无名到热烈，再到后来的各种现实题材尝试，他一直在往演员这条路上扎扎实实的走。尤其难得的是，他没有急着疯狂进组刷作品，而是在挑角色、挑导演、挑团队。如今内娱最稀缺的，其实恰恰是这种愿意慢下来的年轻演员。因为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数量，而是沉淀。所以哪怕人与现在经历资本变动、项目调整，迟迟未开机，很多影迷还是愿意等。因为大家期待的不只是一个电影项目，而是期待成尔和王一博还能再次碰撞出无名那种高级感。尤其新版梗概里，东北漫长冬日、越南河内、香港这些关键词一出现，脑海里已经有画面了。成尔特别会拍城市边缘感，也特别会拍人在孤独里的漂泊感，那种冷色调里的命运感和人鱼这个名字天然就带着神秘气息。甚至我觉得这部电影越低调越危险，越让人期待。因为真正有野心的导演往往不会急着热搜轰炸，成尔就是这样的人。他拍电影很慢，但每一部都带着自己的坚持。而王一博愿意继续跟着这样的导演合作，本身就说明他对演员这条路是认真的。现在很多年轻演员拼命维持曝光，生怕消失，但王一博偏偏反着来，他可以很长时间不拍戏，却一直让人对下一部作品保持期待。这种空白感其实很珍贵，因为观众不会审美疲劳，反而会越来越好奇他下一次又会带来什么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人与现在最重要的，或许已经不是制作费有没有缩水，也不是资本怎么变化，而是他还能不能保留最初那个灵魂。只要成尔的表达还在，只要王一博还在，我就愿意继续等。因为有时候一部真正值得期待的电影本来就需要时间。王一博被偶遇打高尔夫2年没拍戏，仍是奢牌宠儿，他的底气从何而来？今天有网友偶遇王一博打高尔夫，并发出了照片。照片虽然有点模糊，但能看得出王一博的状态非常好，虽久未进组，但状态始终在线。作为超高人气顶流明星，在大家都卯足劲儿拍戏时，他却做出了另一个选择，在事业巅峰期停下来沉淀自己，尽情去做自己喜欢的事。长时间没曝光，也不参加活动，却始终人气不减，硬生生走出了独属于自己的赛道。作为内娱明星时尚资源的断层王者，王一博手握香奈儿、Chanel、Lacoste、LOEWE 3大奢牌，且个个都是顶级待遇，手握30多个全球代言。作为香奈儿品牌大使，即使王一博这2年曝光度很低，低调的都快退圈了，但品牌仍然待遇拉满，广告大片，全球的广超级大方。这独一份的待遇令内娱其他明星望尘莫及，不止香奈儿、Lacoste 和 LOEWE 同样是如此，全球广告大片必然会有王一博的身影。常年不出现在镜头前的他，不仅代言一个没少，还一个接一个新增官宣，这商业价值谁看了不夸一句夯？不光是在时尚领域，这几年王一博更是在多个赛道全面开花，从歌手、演员转变成了硬核运动玩家，多元领域都创造了不俗的成绩。优秀的人总是有创造神话的能力。起初大家以为他只是喜欢玩赛车，结果他却成为了内娱首位国际D级赛车执照持有者，上海8小时耐力赛 GT3 组别亚军。喜欢攀岩，就个人发起并主演了系列纪录片探索心境，与国际顶级制作团队 Discovery 合作拍摄，并连续2年斩获美国泰利奖。纪录片涵盖了攀岩、攀冰、深水暴石、裂缝攀岩等多项运动，记录了王一博从初级入门到高难度挑战的完整成长线。他的勇气和耐力更是引发无数惊叹。原来红毯上清冷疏离、时尚感爆棚的王一博还有这样一面。不同于内娱其他流量小生，
王一博将每一份热爱都做到了极致，敢于冒险，敢于体验，奔赴热爱的热血感染了许多人。许多人嘲讽王一博2年多没进组拍戏，是无戏可拍，实则奢牌从来没断过的独一无二顶级待遇，不断自发找上门来的品牌代言，从未减弱过的超高人气，每一项都在打脸这种没来由的说法。出道多年，不论是在电视剧还是电影赛道，他都有拿得出手的代表作，且还有与成尔导演2度合作的电影人，余未上映。作为顶流，到王一博这个程度是有自由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的。他选择在此时停下来，去做自己想做且热爱的事，这份勇气和行动力都是令人敬佩的。在每一个赛道都竭尽所能，散发光彩，这种独特的魅力属实圈粉。他也许只是现在没有碰到感兴趣的本子，说不定哪一天他热爱向往的都体验了，积累够了经验，他又回来拍戏吓大家一大跳也说不准。干一行行一行，干啥都能做到顶尖。像王一博这样的天赋型选手，能力就是他最大的底气，这样的他永远都不会缺粉丝。看到网友偶遇王一博打高尔夫的照片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不是他怎么又没进组，而是他状态怎么越来越好了。照片虽然有些模糊，但那种松弛感根本藏不住。没有浓妆，没有舞台灯光，也没有刻意营业，可他往那一站，依旧是人群里最显眼的存在。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从容，其实比任何热搜都更有说服力。这2年，内娱几乎所有演员都在疯狂卷，有人1年4部戏连轴转，有人拼命维持曝光，生怕一停下来就被市场遗忘。可王一博偏偏反着来，他没有频繁进组，没有天天霸屏，也很少高调营销，甚至低调到让不少路人以为他快退圈了。可神奇的是，他的人气不仅没掉，反而越来越稳。为什么？因为真正能站住脚的人，从来都不是靠短期曝光堆出来的。很多人总爱把流量2个字挂在王一博身上，但仔细想想，他早就不只是流量艺人了。真正厉害的是，他已经把自己活成了一种极具辨识度的存在。别人拼命维持热度的时候，他在体验人生；别人忙着制造话题的时候，他在认真沉淀自己。而这种沉淀，恰恰才是最可怕的。最明显的就是它的商业价值。说实话，娱乐圈里能在长时间低曝光状态下还被顶级奢牌持续偏爱的艺人，真的不多。可王一博偏偏就是那个例外。无论是香奈儿、Lacoste 还是 LOEWE， 对他的待遇几乎从没降级过。全球广告、品牌大片，线下的广，一个没少。甚至很多时候，品牌给他的规格比那些天天活跃在公众面前的艺人还高。这说明什么？说明品牌看中的早就不是简单的数据，而是他身上那种无法替代的气质。王一博有一种很特别的魅力，他不喧哗，却让人移不开眼；他不刻意讨好，却总有人被他吸引。那种清冷感、故事感，还有介于少年与成熟男人之间的独特气息，放在时尚圈几乎是奢牌天菜。更重要的是，他从来不会为了迎合市场，把自己变成流水线艺人。这几年，他其实一直在悄悄拓宽自己的边界。很多人最开始觉得他喜欢赛车，只是明星玩票，结果他直接考下国际D级赛车执照，还拿到了上海8小时耐力赛 GT3 组别亚军。别人以为他只是兴趣爱好，他却硬生生完成了专业级。后来他又迷上攀岩、探险，于是就有了纪录片探索心境。最打动人的不只是那些极限运动画面，而是你能明显感觉到他是真的热爱，不是为了立人设，不是为了营销勇敢，而是真的愿意一次次挑战身体极限。看他攀冰、深水抱石、裂缝攀岩的时候，会突然意识到，原来镜头前那个冷冷淡淡的王一博，骨子里竟然藏着这么强的生命力。而且他最厉害的一点是，
他做什么都很认真。娱乐圈里喜欢说热爱的人太多了，但真正愿意花时间、花精力，甚至冒风险去深耕的人很少。王一博偏偏就是那个会一头扎进去的人，所以很多时候大家会发现他身上总有一种很矛盾却又特别迷人的气质，一边是高级冷感，一边是热血少年，一边安静寡言，一边又敢挑战最危险的东西。这种反差让他越来越有魅力。其实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他能在2年没拍戏的情况下依旧稳坐顶流位置。答案很简单，因为真正的顶流从来不是靠刷脸维持的，而是靠个人价值。王一博最强的地方就在于他的不可复制性。他不是流水线包装出来的标准偶像，也不是只能依附作品生存的艺人。他有自己的审美，有自己的节奏，有自己的热爱。别人焦虑曝光下降，他却敢停下来生活；别人害怕被市场淘汰，他却敢把时间花在成长自己上。这种底气不是谁都能有，更何况他并不是没有作品。无论电视剧还是电影，他其实早就留下了不少代表角色。如今和成尔导演2度合作的《人鱼》也还未上映，很多影迷都在等他再次带来新的惊喜。所以与其说王一博没戏拍，不如说他终于拥有了选择拍什么的自由。这是很多艺人奋斗多年都未必能达到的阶段。有时候会觉得王一博像娱乐圈里一个很特别的存在，他不爱解释，也不喜欢高调回应争议，但他总会用行动告诉大家，真正厉害的人不需要天天证明自己，因为能力就是最大的底气。而这样的人，无论什么时候回来拍戏，都会让人期待。甚至很多人已经开始好奇，等他把所有热爱都体验一遍，把人生阅历积累得更厚之后，再回到镜头前，会不会带来一个完全不同、更震撼的王一博？答案或许没人知道，但可以确定的是，像他这样既有天赋又有执行力，还始终忠于热爱的人，永远不会缺少掌声与喜欢。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